那有些人会说，我如果是这样想了，可是我还没有感受到那个丰盛的感觉，所以你就觉察啦。我的大脑是这样想的，我真的把别人看成是我了，但是你又会想，我真的这样做，但是我还没有感受到丰盛，这个才是你真正的答案。你的大脑是这样想的，你的大脑以为你对齐了，但是你的内在内心并没有对齐。你的内在内心对到哪里？对在我还没有真的相信。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丰盛，虽然我知道要这样做，但是我没有感受到那个丰盛。大多学完疗愈之后到这个瓶颈，那也没关系，因为我也曾经也停在这里，没有关系的。其实疗愈的目的就是为了觉察觉醒，那你觉察觉醒之后，你就理解就好了。当你理解之后，那个样态它就会慢慢的被你松动，那就会很快的流过去，你就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所以我刚刚讲那个例子，就是我看见别人的丰盛，我替他感到开心，这是你大脑所想的。但是我现在还是没有感受到真正的丰盛，这才是你内心真正深信的。你没有感觉到真正的丰盛，大脑会一直不断的出现出很多的情境跟想法，但那都不是你。但我们常常会被大脑以为的想法认为是真正的自己，但其实不是。大脑并不是你自己，大脑会呈现出很多的样态，很多的想法，是因为我们透过很多的感觉、觉知去感受外力的呈现。你不管是族群意识，还是你的祖先，还是你的父母亲，还是你的同才，还是你的谁谁谁，他们回馈给你任何的讯息都是赚钱很辛苦，你可能接受到很多的概念，所以你的大脑会有很多逻辑化的呈现。那个逻辑的呈现，并不是你以为拼凑好的，是你在多年，或者是你的血脉，或者是你学过的任何东西，你学过的历史，你学过什么东西，它会自然的拼凑成一个故事，或者是我们都会有求生存的本能，所以我们会避免面临到风险，我们就会退缩，或者我们就会绕路，或者我们就去逃避，或者我们就会改个方向。改个方向，目的不是避开风险，目的是什么？害怕危险，而不是避开风险。我们从小到大都会被灌输类似的概念，所以你的大脑会把它变成一个逻辑性，但那个逻辑性不是你一二三四这样拼凑起来，它是那种反射连接的。那你就以为那个才是真正的你，其实那个不是你哦。所以当你发现到那些样态的时候，你就跟你自己讲，那个是大脑，但它不是我。我呢是圆满具足的自己，我所要的都已经完全实现。你还是这样跟你自己讲。但是你在跟你自己讲之后，你要真的进入到那个感觉，是你真正已经都有的感觉，那个感觉就进入几秒钟就可以了。那个感觉才是真正的对齐啊！你进入到那个感觉就好了，你不用特别的要怎么做，不需要，它只是一个自然的流露而已。所以你会看你的显化清单，那些清单里面，我们的出发点是匮乏恐惧，还是你真正的感觉到你已经是的样态，然后自然的流露、自然的分享，它是不同的现象。你的清单嘛，如果是恐惧的，你就调整一下，不用去自责。那个没什么好自责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样态。如果从匮乏出发呢，愿望会变成我们的牢笼；如果从丰盛出发，愿望才会变成自由，就会没有受限的感觉。现在讲到自由，自由的本质是超越选择，并不是追逐选择。但我以前有讲过，我们之所以是造物主，因为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但是我现在对选择又有不同的解释。我们以为选择越多就是越自由。比如说，如果我很有钱，我就能够选择更多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样态或方式。比如说，我很有能力，那我就能够选择更多的职业、更多的关系。比如说，我有资源，那我就能够选择更多的可能性。看起来好像很合理，对不对？但是它是一种什么相对的自由？就是自由被建立在外在的条件之上所呈现的。比如说，我有钱，所以我能够选择什么餐厅。但如果我没钱，我就不自由了吗？或者是我能够出国，所以我觉得自由。但如果疫情，如果锁国封锁之后呢，我的自由就消失了吗？其实也不是。所以如果自由是必须依赖在外界的条件，它不是根本的自由，而是在比较之下的选择感。就是你选择很多很多，这个是最好的，所以你选择它嘛。那是在比较之下的选择感，那不是真正的自由，那个是有条件之下的选项。那选择会带来另外一种面向，会产生焦虑。有没有人会有选择障碍的样态？东西很多，你不知道选什么而产生焦虑。比如说更多的选择呢，它其实不会代表更轻松，反而会更多的焦虑。比如说手机外送平台有十几个，然后你可能选，你也不知道你要吃什么，你想吃什么，你不一定选得到，你会一直不断的去选择。
然后选好了又转换，选好了又转换这样子，或者是投资有很多的标的，那你会陷入如果我选错了，你会产生焦虑，所以你会害怕选错，所以选择越多，心灵可能不一定是安定的。所以这个背后隐藏的讯息是什么？我必须做出对的选择，否则我会失去。我们所做的选择是恐惧出发点，并不是真的让你觉得你是真正你自己无限的美好。所以当你必须选择出对的答案、对的结果，如果是这么强制性的，那个其实是恐惧的出发，并不是你真的选择，而是你被恐惧所绑架了你的自由。那都是觉察点的。为什么要这样觉察？我们的大脑会一直透过逻辑让我们去做出正确的选择。那越是这样子呢，你真正深信的是你怕选错，或是你真正深信的是你怕选的结果不如你所愿，你真的害怕是那个恐惧。所以我们的那个宇宙，它真正的显化就会让你出现你害怕选错，就会出现你很多这种错误的这种害怕的这种样态让你去体验，而不是你真正得到的那种喜悦。所以如果我们觉察到之后，如果你能够觉察到这个点，这个恐惧感就被消弭掉了。所以当你在选择的时候，如果有感觉到这种恐惧感也没关系，就让它流出来，流出来之后，你才觉察到其实我是因为害怕，所以才做这个决定，我是因为恐惧才做这个决定。那当你觉察到之后，你就能够回到你的本源，而去做出你直觉的选择，那才会是真的选择。也有人会害怕选出错误的决定去做疗愈，疗愈完之后呢才去做选择，或者是很多人在选择前他会去冥想，连接到他所谓的神性，去问造物主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然后去接受那个造物主的讯息，接收到了你才去做决定。为什么？因为你觉得造物主帮你背书了，所以你这样选的东西你不会觉得会有问题，因为有人帮你背书，这个帮你背书的人是宇宙的最强的一个光。曾经我有个同学，他在上课的时候，他为了上那个课程，他一般的课程上完了，然后去上导师班，那个卡刷，所以所有的课程上完卡刷了大概接近100万。他要开课之前，或者他要去上导师班之前，他不断的去做疗愈，不断的去问他的造物主，那问到的讯息都是你非常适合当导师，所以他就相信，他就一直不断的去上课，然后完成他的师资。结果完成之后开课都没有学生，后来他就约了我们做疗程，我们就去做疗愈嘛。结果他讲出一句很屌的话，就是他觉得造物主骗了他，他认为造物主给他讯息了，但是他也完成了职务了或者这个的师资，但是还是没有学生进来。所以你看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我们都会把我们的选择抛在外力，就是透过外力的人的一个背书，你才会能够做真正的决定。所以那个也不是你，那个只是害怕失败，所以找一个人当垫背，只是那个垫背的人叫造物主，这样子而已。那超越选择呢，才是真正自由。什么叫做真正自由？不是说我能够选择什么，而是说无论我选择如何，我都不被定义，这才叫真正的选择。比如说，当我知道我是自由的，那么选择只是形式，它不会去限制我。所以自由不在于结果，在于心态。就像是你现在做了什么决定，你不用去担心那个决定是好是坏，你的答案就是好的，结果也是好的，中间怎么演变的你不用去介入。因为当你去介入或者是你去引导，其实你的内心是不相信是好的，你才介入嘛，你才会希望他一直走到那个你觉得会成的那个状态嘛，所以不用介入啦，你选就选了。那真的失败也没关系，真的失败也是你最好的一个选择，你要真的相信哦。有时候我们的光，它不是完全的亮，它一定会让你看见很多的黑暗，或是接到很多的黑暗面，那才是正确的。如果你是完全的亮，没有那黑暗的现象，你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所以不用每一件事都要达到如你所愿的样态。我说的每一件事不用去追求如你所愿的原因，是因为你已经相信每一件事都如你所愿，所以你不用去追求。如果你选择的或是你做那个决定，当下没有呈现那个结果，你也不用去怀疑，但这个是满满的。我曾经也是怀疑，所以才会去做那么多的疗愈，或是那么多的提问。但现在呢，我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态，我做了，或是我选择了，就让能量去流过，中间发生什么事都没关系，对我来说都是不同的体验而已。我就会淡淡的跟我自己讲，那只是一个体验。
对我来说，我要呈现的东西它早已呈现，然后我就感受到那个已经呈现的感觉，就这样可能几秒钟就结束了，我就再也不会去问为什么没有成，或者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事情。那你说我在过生活的时候会不会有这种言语啊？还是会有，我会跟我的家人分享，或者我还是会有说，我觉得很不顺利，那又如何？分享完之后，我刚刚分享不顺利，那个是我就是体验人的样态，我就让它喷发流出来，然后我又立马又回到真正的自己，就是那个是我刚刚的体验，所以我已经完成了。我其实更深信我是圆满本质具足的样态。我们真正的疗愈就是为了这个动作而已。有人选择当老师，选择限制很多，比如说你当老师，你的收入是限制的，但是这个人他却很喜欢感到自在，所以他不会因为他被这个角色而限制，或是有人他选择创业，看起来很自由，但是他被他的压力是绑死，每天都很辛苦，要为了就是他的企业、他的员工着想，不断的去创造很多的财富。他其实是被他成功的定义所控制，他并不是自由的。所以重点自由不在于结果，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态。假设你的心态是自由的，你的潜意识真的会让你所有的能量流动，会呈现出那个自由的样态。然后你一定要跟你自己做一个信念的调整，自由就是丰盛。也许会有人说，我还是没看到钱啊，那什么是丰盛？我们把自由跟丰盛并没有成为一个等号的样态，就是自由是自由，丰盛是丰盛，它是不搭嘎的。但如果你把它呈现是一个同样的样态，那你越自由就等于你越丰盛，这样就好了。就是很多都是信念所致嘛，你转换一个信念，或是换一个信念来支撑你现在前进就行了。那自由与创造的关联，当我们以为选择才是自由，那其实我们仍然被这个选择的框架所掌控。我要这个，我不要那个，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超越选择，我们就会发现，我们本来就是创造的源头，所以无需做选择这个动作。不是说我能够挑选什么，而是我能够创造任何的可能。我们能够创造任何的可能，就是超越选择了嘛。你现在选那么多的东西，选一个最好的。那个是被这一些所设定中，你去挑个最好的，那还是逻辑化，那还是被受限的自由。但是当你能够想象我是我自己的造物主，我能够创造任何的可能，它就超越选择了，它不在选择中了。你能够去创造你所有的一切，那才是真正的样态。艺术家他并不是去挑灵感，而是从自己的内在去创造灵感。艺术家对吧？不管是写歌的、写诗的，还是作画的，都是这样子嘛。真正的爱情呢，并不是我选了谁，而是我带着爱去生活，就能够吸引到那个爱的人，是这个样态。真正自由的感受，当我们去超越了选择，我们就会感受到不被定义的轻松，就是你没有被任何的现象所定义，你是轻松的。不管你走哪一条路，你都能够呈现自己的自在。所以愿望不再是非要有不可。很多人就是那个愿望，我一定要让它实现嘛。所以你一直不断的做显化嘛，那愿望不是非要有不可，不等于是它不能够有。那个愿望非要不可，那个还是强迫性的，那个强迫的背后是匮乏，非要不可是匮乏，是恐惧。所以你可以把愿望的信念调整成我自然的显现，你本来就有，所以它自然的显现。你看哦，一个是非要不可，你最终目的是要拿到嘛。一个是你自然显现，是你本来就有了，所以你本来就存在了，所以目的都是要出现嘛。一个是我非要不可，一个是我自然显现，只是把信念、心态调整到自然显现就好了，不用很努力的到达非要不可。以前我做那么多的疗愈，就是希望我能够成功，所以我疗愈到翻掉了。帮我做我自己疗愈录音档，大概有50多 G 的，超级多，一直不断疗愈自己。为什么？就是我一定要成功，不能失败。我真的这样想嘛，就是我大脑想要，然后我心里面其实害怕我再失败，所以一直不断做疗愈。所以当我们能够调整到你本来就是那个成功的样态，你就能够自然显现，那你就不用到达非要不可的，是这个样子哦。以前那个疗愈的时候会看祖先嘛，那我的老师就说你前世是个将军，然后怎么样，所以你就是一定要打胜仗，不然你回去不能够对你的皇帝交代，所以你有这个信念，包括遗留到现在，那就是一个体验，那就是一个剧情。那个疗愈也没有不好，不过那个是那个课程中他所需要的疗愈的方式。那当你觉察到之后，你其实可以脱开很多疗愈的现象，
跟枷锁，因为你本来就是圆满具足的样态，你不再需要这个外力去辅助你了。比如说以前觉得我一定要买房才能够有安全感，那你现在就会觉得哦，我在哪里安全就在哪里，不一定是你居住的居所。比如说我一定要结婚才是完整的，那或许你就会理解我的存在，我的本身就是完整的，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人来补足我的不足，是这种感觉。那个选择本身只是一种游戏，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真相。然后自由才是真正的本质，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将我们的自由永远的被外在条件所限制。我们真正的自由要能够理解，我们不需要透过任何的选择来定义自己，我们的本身就是自由的。那自由的样态是什么？就是你能够创造无限的可能，才叫真正的自由，而不是透过选择。透过选择是被限缩的，创造无限的可能才是自由的。我们是创造者，而不是选择者。那个真相的力量，就是愿望以外，什么才是真的？那我们其实看见那个显化清单，就是那个愿望，你写的那个显化清单的本质，它其实就是一种投射。你这样理解就好了。我们所写的清单、所写的愿望都是一种投射。愿望往往是来自于缺乏感，比如说我想要爱情，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够被爱，原因是这个；或是我想要金钱，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没有安全感。我想要成功，原因是我觉得自己不够有价值。所以愿望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它只是呈现出我们内心的投射。投射什么？我缺什么？所以我需要有什么某个东西，我才会完整。愿望或是显化清单的本身是一种投射，你可以透过这个投射觉察到你自己。当你觉察到了，这个愿望就会呈现出最好的样态，而不再去追求了。所以愿望其实不是真相哦，它只是指向我们的自我的错认，就是错误的认知。就是你写的清单，你回去看一下，以前我的清单我大概就写7个，从头到尾都7个，但那7个写的很大很广。那现在我没有需要那个清单，因为对我来说它已经实现。那你就要把那个心境调整到已经实现，中间你的生活过程当中会让你体验到没有实现的感觉哦，那一定会的。所以你就要跟你自己讲哦，这就是一个过程，实际上你已经呈现了，就是因为这个过程才会去让你觉察到、调整到、对齐到已经呈现的感觉，所以你就会很喜欢那个没有让你就是体验到好的那个过程的那个样态，而不是再去抗拒它。喜欢不代表你要吸引它进来，而是你不再抗拒了。以前我们都会抗拒那个不好的样态，越抗拒越吸引。那现在我说的喜欢，不是说我真的很喜欢，然后一直不断吸引那个不好的现象，不是，是我不再抗拒你，所以我理解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事情就会越来越简单化。就像我最近谈了一些 case， 我总觉得很简单，但是我周围的那一些伙伴都觉得我想的太简单啊，可能会招致危险。但是我真的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复杂。我说的没有复杂，我不是要去证明它很简单，不是，是我没有陷入那些情境中，我也没有陷入那些恐惧中的那个样态而已。所以当我散发出这种论述的时候，即便他们说那个是危险的，但也不会影响到我的决定，我就一样照做我照走我的，是这样子。真相不是外在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这一项等同于愿望实现，那么真相就会变得很脆弱。比如说我有钱，所以就觉得我是成功的，就是当我有钱之后，我觉得我是成功的，其实那不是真的成功。或者是我失败了，我就觉得我一无是处，或者是我被爱，我才觉得自己值得，或者是我被拒绝了，我就觉得自己没价值。真相跟愿望实现，它不是同等的，不是等号的，但是我们都会把愿望实现跟结果变成等号，然后它才是我的真相。我要解释的是这个意思。我有钱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我是成功的，这个不是等号；或者是我失败了，我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这个也不是等号；或者是我被爱，我才觉得自己值得，这也不是等号。但是往往我们都以为这是等号的概念是这样子。这样的人生是颠簸的，因为我们一切的自我价值都被外界所左右。当有钱才是成功的样态，你就会被这个样态外部的感觉去左右，所以你一直不断的创造你要丰盛，你要有钱才是成功的定义，你把它变等号了嘛？或者是当你失败，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你也觉得是等号，所以你就会害怕失败，所以会一直避免失败。那越避免失败，就会去创造那个失败的可能性的到来，所以你就会去避免更大的失败。我们就一直努力的去创造这个情境。
这样子的样态是浮浮沉沉、起起伏伏的，就像是我以前退伍之后创业，就是经历好几次大起大落，那也是以前接受的信念所致。我觉得那个信念没有不好，是非常好的，才会让我走到今天的样态。假设我在那个前期，你看我说假设我就有现在觉察点，那就是已经飞黄腾达了，对吧？所以不用做这个假设，你就跟你自己讲，现在的我，或是每一个时刻的我，都是最好的我，因为有那个时刻的我，才能够现在有到达觉醒的我，所以每一个你都是最好的你，所以你就不会去后悔，也不会去觉得早知道，就不会了，你会一直定在这个当下，这才是重点。所以真相并不是外界的结果，而是我们内在就是永恒不变的那个基底，就是你要真的知道你是谁。比如说什么是真相，它有几个现象，就是真相不会因为外境的改变而消失。比如说，即便身无分文的，我们的存在依然完整，你还是觉得你很有价值，即便身无分文，或是即便失恋了，你的本质依然是值得被爱的，或是即便失败了，你的生命价值一样的不会减少，是这个概念。你要能够真的有这个样态，如果真的维持这个样态，你就不会感受到你破产，你就不会感受到你不被爱，你就不会觉得你失败，因为你一直维持在那个样态中。那如果这是你的样态，你所深信的，你就会自然的显现出这个样态过生活，这才是愿望的本质。即便身无分文了，我们的存在依然完整；即便失恋了，我们的本质依然值得被爱；即便失败了，我们的生命价值会减少。那如果我们都是这样子深信的，所以你就不会感受到你没有钱，你就不会感受到你不被爱，你就不会感受到你失败，因为你都是这个样子的呈现。那如果你真的都是这样呈现，是你所深信的，你的自然涌现的能量的样态嘛，你自然就是丰盛，你自然就是满足、圆满、具足。第七光行者，唤醒你就是光。